大家好，我是黑岩君，非常感谢大家长期的支持，还有订阅与追踪跟新的观众们。对，那也非常抱歉，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碌，所以有案子在处理或有工作在处理的时候，真的比较没有时间抽出时间去做视频的讲解跟拍摄视频给大家。那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那现在开始的话，我会尽量后面的版本都会附加英文的字幕。可能有时候我是用 Google 翻译，所以有时候在翻译上的话可能会有点不衔接，那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主要还是就是可以提供给国外的玩家们跟粉丝们，能够说有更进一步了解天域这个台服的版本的走向，还有一些游戏的介绍。那前面之前活动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忙碌，没有来不及讲解，拍摄视频给大家分享。那我们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新的活动时装。那新的活动时装它主要是头啊，头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透过任务的话，它会取得一个碎片，累积8个就可以合出一个头。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时装有一个叫做武器的部分，会有一个尖叫机。对，那尖叫机取得方式的话，它是透过摩卡，就是这个东西就可以换取尖叫机的武器时装。那我们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台服有一波变动，就是昨天更新，对，昨天应该是昨天更新吧。昨天更新的部分的话，它就是有界面有做调整，那就是像变成像这样的界面。可是我比较喜欢以前的界面啊，以前界面会比较一目了然。好，那我来讲解一下，就是关于官任这个职业，就是健身者，国外叫健身者职业，它的因为它的团战的技能配置跟一般单体的技能配置，因为有国外的粉丝在询问，所以我就这集的影片就主要的话就介绍这个，还有打手该注意的部分。好，打手该注意的就是各职业注意，打手跟坦克职业注意的属性啊。那我们先讲解一下，就是关于属性的部分。属性的话，我们点开角色，它的等级那边点开的部分的话，它就会有那个攻击力跟一些各项的属性。那我们打手要注意的话，就是攻击力，看你是物理的还是法术的。那再的话就是致命，致命的话尽量要在51以上，对，51以上，这样的话才会有高的爆发。然后打手还要注意的话，就是我们先点开有个这个界面有个右下角有个更多，点一下它就会叫出一个详细的各项属性，然后就是各项属性的数据啊。然后你这边的话，我们点下一个穿透点下去的话，它就会有我目前是36%.1%，所以你的穿透一定要在24%以上，因为我们的 BOSS 有格挡，只要格挡成功的话，它就会减少70%的伤害。比如说你打1000的伤害去打的 BOSS， 但是 BOSS 格挡成功了，你的伤害会掉到剩300。所以很多的高障为什么伤害打不出来，这也是一个原因，在前期的部分比较有影响，因为前期没有各项属性去拉高它的基础值，对，后期就比较没有差了，后期的话属性都拉上来了。然后你的命中的话要记得在10%以上，我记得当初好像是10%以上吧，对，才不会被 BOSS 给闪避，因为 BOSS 也有闪避的。好，那你的攻击手的话，就是要注意的话，就是伤害加深这两个，看你是法术还是物理或是法术。那这两个还有那个破魔率，当然这两个话能够优先拉高，优先属性第一排第一拉高最好，对。
那剩下的话，你们就再去详细看一下。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元素属性的元素强化。如果假设是80这个，那它就会增加8%，因为10点等于1%，那你们就以此类推。好，这个的话也是啊，就是10点的话就是加1%，所以的话它就会增加一些持续时间，对，跟经常看戏那些。那我们来说的是坦克部分，坦克部分你要注意的话就是，坦职业啦，坦职业你要注意的话就是生命，还有防御，对，2个防御跟格挡。格挡的话，如果圣骑士会比较注重啊，圣骑士就是升堂，然后你的格挡一定要撑在53%以上，对，就是你配合天赋那些的话，基础值要到53%，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扛 BOSS 的伤害的话，就可以拉高很多，嘿，等于说你的坦度就会提升很多。那这边你们就留意一下，然后当你的坦度已经够的话，记得你还是要成攻击跟致命，这样的话你的仇恨才拉得稳。不然说很多时候打手比较高爆发的打手打一打后，仇恨就被拉走了。那再来部分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这边是官任，所以就介绍我的本职业会比较好介绍，因为比较不用借账号，然后在借账号也比较不会有困难度啦，跟时间上的安排。对，那我们的话，我配置的部分的话就是 PVE 打副本跟打架。那这边的话，打副本的话，我是这样配置的。这个的话你们就稍微看一下，就是看一下图案，然后因为这没办法直接完全做讲解，就是怕翻译的问题。那我的打一般副本的话是这样配置，就是这些。那你要记得的话，就是你放完这一招斩风脸后要接烈光，这样的话烈光的伤害还会再加20%，额外提升20%，所以这2招很重要。所以放的顺序放得好，你的伤害就会再提升上去。然后如果坦职业的话，我是用这些技能，天赋是这样配，就是移动速度啊，还有血量啊，跟那个防御增加啊，还有正面减伤啊，这样。然后主要的话要注意的话就是你的月轮斩是减伤跟闪浮华我们看一下。不好意思，那刚刚有电话，所以现在继续衔接下去。那这边的部分的话，就是要注意的话，就是技能部分。我们的话，如果是坦形态的话，就是你的减伤就是闪浮华，这个它有个20%减伤。那当然大减伤的话是由这招去砍，然后或者是用那个破影。破影的话，它是直接无敌，然后持续时间大约是3至4秒，所以它可以再规避很多伤害用，还蛮好用的。好，那再来，如果是团战的话，单体的话，像是打手席的话，我会这样配置。打手席的话，我就是这样配置。移动速度跟那个血量回血的量，还有这2个我会做调整。对，然后正面或者是损失每秒损失的这个，这个都可以看你们哪个会比较上手。它主要还是打控制为主，控制跟衔接伤害一套。我会用坦形态1 by 1的时候，如果是5对5或是5对5的状况下的话，就是战队对战队的话，我会一样技能配置是一样的，然后移动速度跟这个，然后还有呢就是血弹举爆发伤害一套，跟武装伤害加成，这样。然后如果是像是大型的团战，比如是说是10人以上，就是星罗那种10人以上的的那个模式的话，就是大型团战我就会用安全一点的，
就是进出会比较安全，然后远程进出又会比较安全。用远程的部分来做收集无双，再给它一套，然后进出会就会比较方便，然后自保能力也比较强。那大致上的话就是这样。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产品活动，因为到国外伺服计划过一段时间应该就会出这个东西。对，产品收集。那打手的话，我建议的部分的话就是这个破膜率可以提升3%到8级后就好了。然后这个优先破膜率提升3%，这样的话你再打出来伤害打副本的话就会比较好。那如果是你不是打副本派的话，你就可以选其他的。那如果是坦形态的话，有没有建议的话，你就是点白鸽圣骑士的职业就选白鸽，它有个迅捷。迅捷的话，它可以开通的部分的话，它可以减少无双的消耗跟 CD 时间。那我看一下，这个共鸣有一个迅捷，这个它就是消耗无双的，减少无双消耗跟无双冷却8%。在有些副本的话，必须要时间很紧凑的，要再放第2次无双。对，就同个技能，比如说像雷池啊，对，所以就会需要这个，你才会有办法打副本打得顺，接得顺。那如果是升级的话，我个人推荐是这个优先。那你们如果说到2周年的时候，就是2年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收藏品。这个收藏品的话是开通第3升格，要到25级。它需要材料，需要万物资金很多，非常多，超级多。对。然后还有一个羽毛重塑之羽，它的量体也非常大。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早点收集到的话，你尽量累积这2个东西。对，它的量体是超乎你的想象，大约这个万物资金要1万多颗吧，1万多颗，15000多还是1万出，我忘记了。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需要蛮多的，大约可能就是1000，有到1000吗？好像也差大约快1000吧，还是800多，忘记了。就一点小影响了。反正就是需要量体就需要大，因为到24的话，好像160多还180多吧，要升到24级的时候，它因为它就一直累积上去，会越来越多。那它的话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它是开通第3升格。第3升格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狱，它有了已生效，第2个也会自然生效。那第3个就是这个如果说你解锁25级解锁后，它就这个就会第3个升格就会生效，它的被动技能。所以算是一个蛮需要去，它可以提升你的角色很多的多一个那个什么升格的效率，所以也蛮棒的。可是相对材料跟财力需要雄厚，对，或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如果说你们前面有出的话，想要等这个的话，就尽量一直的收集就对了。好，那本期的视频就介绍这样，因为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做那个更多的讲解。那这边的话就先暂时这样，然后后面的视频我会尽量就是还是会做一个英文版本，给国外的粉丝们能够更加的详细了解。对，那再请大家多多支持跟订阅，然后我还是一样会就是尽量的抽时间，才有办法拍视频给大家做分享。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之前你有提问过的，可能我没有忘记了，或者是真的也都比较忙碌的话，你再提醒我一下。对，而有些真的是
有些的职业视频我真的没办法及时的做拍摄，因为真的是需要跟人家借号，然后安排时间，跟他错开时间，对，花比较多的时间做讲解，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